هذا يقولوا لا غير يخسس هو اللي يخسس. غارقة هذه نعوموا فيها؟ غارقة ولا لا؟ ماشي غارقة يمكن. ماشي غارقة هذه.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懒。昨天啊，这个老美炸伊朗核设施那个事儿啊，网上都炸锅了呀，感觉天都要塌了。结果呢，我跟你们说啊，现在看来啊，这个事儿八成就是一场戏，演给咱们看的。其实说白了啊，川普和那个什么国防部长啊，现在就剩吹牛了。昨天炸伊朗核设施的视频都看了吧？炸完咋样了？估计啊，没几个人真关心。这新闻嘛，就是图个新鲜。我跟你们说啊，到今天早上啊，这个消息是越来越多啊，我才看明白了，这一次袭击啊，很可能就是这个川普啊，为了哄这个以色列开心，装样子啊，搞了个政治表演。先说这第一条消息啊，炸完第二天，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和这个美军参谋长开了个发布会，跟这个全世界说这次的军事打击行动啊，这次行动啊还有个挺唬人的代号，叫什么午夜之锤，你听听啊，这老美打仗水平咱先不说，但是名字是起的真厉害啊，听着就吓人哦，对不对？国防部长说，这次行动啊非常成功，基本上把伊朗核设施都摧毁了。但是哦，他又说，这一次行动啊不是为了推翻伊朗政府。你说这话是不是有点意思啊？刚炸完啊，就说不是为了推翻人家，那图啥呢？更搞笑的还在后面啊！这个美国的副总统啊也出来接受采访了，他说啊，这个美国啊炸这个伊朗设施啊，那是为了给重启跟伊朗的对话和谈判提供了机会。哎呦喂，你炸了人家，反过来说是为了好好谈，这逻辑我真是不懂啊！这万斯还说啊，他不担心这次袭击会变成持久战，他还强调，这美国啊不希望伊朗政权更迭，还是想跟这个伊朗啊建立一个长期对话机制。大家听听啊，炸完了口风软了呀！这国防部长和副总统的态度啊，跟之前川普的嚣张劲儿啊，那简直就是两个人啊！为啥呢？难道美国人要变成好人了？哎呦，你想多了啊！真相可能很残酷。这个发布会上，这个美军参谋长公布了午夜之锤行动的详细数据，你猜怎么着？原来不是3架 B2 轰炸机，而是7架；不是6枚钻地弹，而是14枚。我的天哪，这14枚钻地弹下去啊，战况如何呢？这个问题啊就敏感了。两位大佬没有直接说，含糊其辞的说啊，还在评估。哎呦，这话听着就像情况不妙，我们还在找借口。同一天呢，美国行星实验室啊公布了一堆伊朗核设施的卫星照片。有美国官员啊偷偷说，这个 B2 轰炸机啊对核设施的袭击啊只是造成了地面建筑的严重损害，那也就是说啊，这个炸弹是炸到了，但没炸透，更别说摧毁地下的核心设施了。这更让人吃惊的是啊，国际原子能机构也发了通告，说这个核设施啊确实是被袭击了，但是内部受损情况不确定，唯一确定的是啊，没有发现辐射量增加。这下明白了吧？国际原子能机构说得很明白了，说白了就是啊，我不知道这个炸弹有没有炸穿防护层，但肯定没有辐射泄漏。那也就是说啊，核心部分可能压根就没炸着。那么答案就出来了，美军的钻地弹很可能根本就没有攻克伊朗的核设施的保护层。这伊朗官方也赶紧声明啊，说这个核设施啊没有遭到严重破坏，受损的主要就是地上那个部分，而且还可以修复。这美军的这次袭击啊，没有达到预定目标。川普和那个国防部长啊，就是在吹牛。其实美国人自己公布的卫星图啊，咱们外行都能看明白。大家仔细看那些卫星图片啊，这图片上是清清楚楚的显示6个弹坑，这说明美军投下这个钻地弹根本就没炸在一个坑里。要知道，这个钻地弹它只能破坏40米深左右的山体，那如果是土壤层啊，它可以破坏200多米。但是遇到坚硬的花岗岩山体啊，就只能破坏40米左右。而这个伊朗的核设施啊，藏在90多米深的这个地下，被这个厚厚的混凝土和坚硬的花岗岩体保护着。这个美军啊，他想要攻破这样的防护岩体，他就必须保证3枚甚至更多的钻地弹都准确的炸在同一个弹坑里面。
至少要3枚，就像这个接力赛一样啊。第一棒呢，先炸出40米左右的深坑，然后第2枚这个钻地弹再准确的进入到这个弹坑，继续往下炸这个大概30米左右，然后呢，第3棒也是最后1枚啊，还得非常精准的冲进这个弹坑里面继续爆炸，这最终啊才有可能炸穿整个掩体。那这种进攻方式啊，对这个炸弹的精度要求非常非常高，但是很遗憾，这个钻地弹本身就不是导弹啊。它就是因为带着滑翔套装的航空炸弹，它主要依赖的就是轰炸机的瞄准，然后通过这个滑翔套装来增加它的飞行距离。那这种攻击模式啊，它跟这个俄罗斯在这个俄乌冲突中经常使用的这个重型滑翔航弹差不多。要知道啊，这种重型航弹啊，它是有误差的呀。这个美国人自己吹牛啊，说他们这个攻击误差在3米左右。但是这个俄罗斯人在这个战场上已经做过大量的实战测试了，这种滑翔航弹的这个误差大部分都在10米左右，而且这个吨位越大，误差也就越大。大家再仔细看看这些卫星图片吧，它在地面上炸出了6个大小非常均匀的弹坑，而且这个弹坑与弹坑之间的距离是非常大的呀。根本就不是这个美军所说的什么3米，我看啊10多米都有了。这个美国啊根本就没有打出那种需要重叠攻击的模式。这当然了，肯定有朋友就会质疑了啊，国防部长不都说了嘛，他们发射了14枚重型钻地弹，但是这卫星图片上怎么就一共只有6个弹坑呢？咱们用最简单的这个数学来算一下就知道了。其中呢有2个弹坑应该是落下了3枚钻地弹，剩下的4个弹坑啊应该是各落下了2枚钻地弹。按理说啊，这个攻击力度应该可以啊。那有2个弹坑落下了3枚钻地弹，难道这3枚钻地弹还不能炸穿100米的山体吗？大家想想啊，这个重型航弹炸下去，这第1枚炸弹炸出了一个深深的孔洞，那么这个孔洞啊是不是有角度的？那也就是说，这个第2枚炸弹它想要继续往深处突破的话啊，它就必须完全复制第1枚钻地弹的角度。第2枚钻地弹它如果发生了非常小的角度偏移，那么它在入口的时候啊，虽然钻进去了，那个弹孔呢还是那个弹孔啊，但是往下飞了几十米之后，它偏离的角度就会越来越大。那么它就不会直接往最深处爆炸，而且在这个孔道的侧面会直接炸出一个新的通道出来。也就是说啊，第2枚钻地弹很可能在几乎相同的位置爆炸，把这个山体内部的空洞啊又扩大了，而不是真正增加爆炸的这个深度。这第3枚钻地弹进去之后啊，如果还有角度偏差的话啊，它还会往山体里面钻，而不是沿着这个过去的这个孔道往下走。那么比较极端的一种可能就是3枚钻地弹都是从一个孔洞进去了，但是在几十米深的这个深处啊，却在不同的区域爆炸了。虽然打进去了3枚钻地弹，但是真正摧毁的啊，可能还是40-50米深处的山体，它会跑偏的呀。你无法保证啊，它的这个角度特别的准确啊，跟上一枚的这个钻地弹的角度啊一模一样。因为你是航弹啊，你不是导弹啊，你没有自己变轨的能力。其实自从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啊，到现在都3年半了。中东战争去年就打起来了，这个印巴战争啊，今年也爆发了。西方武器装备的神话，实际上在这个3年半的时间里啊，已经是这个一点一点全部被打碎了。金字招牌那是一个接一个的被砸碎了。现在啊，越来越多的民众啊都已经认清了啊，这美西方他们的武器装备啊，也就是北约体系的装备啊，基本上都是靠吹的很厉害，但是实战啊也就那样。北约的武器系统啊，最好呢就是放在这个展览馆里供着啊，只要他们不用，这个西方媒体啊就可以拼了命的吹牛，然后互联网上绝对会有一群人啊无脑的相信啊。但是只要上了实战啊，这个全都得露馅啊。海马斯现在还有人吹吗？豹2坦克还有人吹吗？ F-16还有人吹吗？阵风战斗机还有人吹吗？现在美军武器库里啊最压轴的重型钻地弹啊，号称为武器库里最厉害的一款，投入实战了，结果效果啊也就这样子。现在啊就连这个美国的航空母舰都没人吹了，让胡塞武装打得跟丧家之犬一样，外强中干啊。现在的美国啊就剩一张嘴了，美国的真实实力啊实际上就跟川普一模一样啊，就是这个煮熟的鸭子嘴硬啊。当五角大楼发现他们之前吹的有点过分了，这伊朗的核设施啊居然安然无恙，那么这些人啊就会迅速改变他们的态度，马上就会对伊朗投来橄榄枝。你看看这个国防部长还有这个副总统说的那是人话吗？刚刚把人家伊朗的核设施给炸了，回头还舔个脸说什么我并不谋求更迭现在的伊朗政权，甚至还恬不知耻的说啊，我炸你的目的啊就是为了跟你继续谈判。
我们还想跟你建立一个长效的谈判机制。听听啊，大家听听吧，这就是强盗逻辑啊！哎，我打了你，我炸了你，我杀了你的人啊，还是为了你好。我做的这一切的目的就是为了和平，就是为了跟你谈判。好啦，现在美国和以色列已经彻底露怯了。就在22号，这个伊朗对以色列发动了第20波导弹侵袭。而让人惊奇的是，22号当天，德黑兰的局势却相对平稳，这以色列并没有展开空袭，这说明啥呀？说明这个伊朗他已经不怕他们了。现在这个伊朗包括整个中东世界都在进行评估，他们现在已经有点缓过神了。他们突然发现原来这个美国和以色列也就如此啊！这个以前拿着我们的核设施当要挟，把我们全国吓得够呛。结果实战之后发现也就那么回事啊，吹的那么凶的重型钻地弹原来到最后打不准，核设施安然无恙，只是这个地面建筑遭到了破坏，一切都可以修补的呀。大家看看，恐惧美国和以色列的情绪已经迅速的消散了。原来他们手里的杀手锏都是假的呀。当这个伊朗军方发现我们这么多年打造的这个地下盾牌还是很好用的时候，那我还怕你什么呀？其实这个二战之后的这几十年这个西方世界它赢就赢在他们那张嘴上了你必须得佩服这个西方媒体的洗脑能力这个西方媒体会360度无死角的进行洗地宣传，他们会拼了命的在你耳朵里灌输他们是战无不胜的神话，把他们这个武器系统吹得天上没有地上难找整个地球谁都不是他的对手。这谎言是说了10000遍而且谎言说了近80年这洗脑洗了好几代人已经让很多人都形成了思维定式了。当然了，我们也必须得承认一点，这个西方世界在舆论宣传上那是真的舍得花钱呀，人家真的是几千亿美元的往下砸呀，所以搞这个宣传战咱们这些年是真的比较吃亏的。但是不用怕实战呢能够验证一切，真实的战争是可以把他们吹的牛一个一个全部戳破。就现在的西方世界连巴基斯坦都打不过，连伊朗的地下工事你都炸不穿，整个欧洲加上美国联合起来打了3年都压不住一个俄罗斯。就这一桩一件件的事情摆在咱们面前你说让咱们怎么才能瞧得起他们呢？哎，你以为是只真老虎，原来你就是一只纸老虎现在大家都知道伟人的含金量有多高了吧？东升西落的时代已经到了。好了，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儿了，我是小兰，我们下期再见。